为护身符开光加持，其实便是由法师亲自念经，来赋予护身符所谓的法力。当然，这种法力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力，更多的是一种功德以及美好寓意而已。待景清法师将护身符开光加持过后，他将护身符递还给了菜菜子，开口道：护身符请施主收好，施主将来若是有兴趣，可以多研读一些佛法，以施主的天赋，定能参悟出许多现代人参悟不透的道理。菜菜子知道景清法师对研究佛法十分痴迷，所以便点头说道：师父放心，我一定会尽量多看一些。阿弥陀佛。景清法师微微躬身，对菜菜子道了声谢。菜菜子也恭敬地鞠躬行礼，随后便向景清法师告辞。景清法师送他至门口，又亲自佛堂大门推开。推开门时，门外的石阶下已经等了几位信众，这些信众都拿着从法物流通处求来的护身符，排队等待景清法师开光。而排在首位的是一个穿着朴素、戴着口罩、看不出年纪的女人。这女人便是安承熙。从菜菜子出门的那一刻，安承熙就看出她已经开蒙悟道，心中惊奇的同时，也不禁欣慰无比。如他与孙姐所说，菜菜子成功悟道，以后漫长的修道之途，叶晨便有了一个知心的伴侣。这对漫漫长路的独行者来说，意义重大且深远。菜菜子与安承熙擦肩的时候，并没有太过注意这个戴口罩的女人，因为站在安承熙后面排队的，便是菜菜子在电梯里遇到的年轻女子。菜菜子一眼认出她，注意力就全被她吸引了去，所以也就更不会留意到安承熙。此时，那年轻女子身边还跟着另一位年纪相仿的女人，两人正在交头接耳地嘀咕什么。那女子见菜菜子出来，惊喜地说道：呀，是你啊。菜菜子对她微微点头示意，感谢道：我刚向景清法师求来一枚护身符，真是太感谢您了。那女子微笑道：客气什么，举手之劳而已。菜菜子见她身边还有朋友，便也没再与她多说，再次道谢之后，便先告辞离开。那女子还非常热情地邀请她去家里做客，菜菜子也干脆地答应下来。菜菜子离开的时候，景清法师刚好授意下一位信众进佛堂，于是安承熙便迈步走了进去。待佛堂大门关上之后，他便问景清法师：景清，你对刚才那位伊藤小姐有何看法？景清法师轻叹一声，感慨道：夫人，景清实在惭愧，与伊藤小姐会面的过程数次乱了佛心，一次是想将伊藤小姐引入佛门，一次是自以为抛弃七情六欲才是悟道的关键，再一次是经过伊藤小姐点拨，景清才意识到，一直以来我竟然都是以道法的根基来成就佛法的领悟，若不是伊藤小姐提醒，我恐怕还将一切都归功于佛法。安承熙微笑道：伊藤小姐确实聪慧过人，而且这姑娘性格坦诚且坚毅，对你这种喜欢劝人向佛的人来说，她的这种坦诚就成了摧枯拉朽的利器，而她的坚毅对你来说更无解。既然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心上人，就算是8个你，也不可能劝她皈依佛门。景清法师点了点头，道：夫人所言极是。言罢，景清法师又道：夫人，伊藤小姐既然能够元神出窍，那就已经有了修道之资，不过她现在刚刚入门，正是急需一位领路人的关键时期，您是否准备亲自栽培她？安承熙摇了摇头，她有她的造化，而且她在修道意图的天赋远在我之上，不是我能栽培得了的。安承熙虽然早在叶长英的帮助下顺利悟道，但他本身却不是什么修道的天才，与菜菜子这种一个人就把道悟通大半的天才比起来，自然是差了不少。所以在安承熙看来，菜菜子悟道后的发展方向应当交由儿子叶晨去引导，而不是自己。而且他知道叶晨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他觉得如果叶晨知道菜菜子悟道的消息，一定也会非常激动。这姑且也能算作是自己这个当妈妈的给儿子准备的一点小小惊喜。这个上午，陆续还有不少信众前来开光，这其中有安承熙安排的人，
也有消息小规模放出去后，匆忙赶来的真实信众。到了中午，景清法师要在金陵栖霞寺讲法的消息，也正式对外公布，引发了金陵信众的轰动。而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正值深夜，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庄园内，每一位罗斯柴尔德家族直系成员都还没有入睡。这个晚上，在这个庄园里，可谓是一家欢喜多家愁。老爷子中风偏瘫，丧失斗志，又忽然召集所有家族成员，必须在明天上午之前赶回纽约的庄园开会。单从这个举动，所有人都猜得出来，老爷子这是准备让位了。而且之前四方保状的这个机会，没有人抓住，所以继承人的人选上，也肯定不会出什么意外，必然就是长子史蒂夫。所以众人在唏嘘懊恼之余，也都不由自主地开始思考起自己的将来。一旦史蒂夫顺利继位，那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巩固自己在整个家族的掌控力。家族最核心、最赚钱的业务，必然都会被他揽入怀中。到时候就是一个从他们身上不断割肉的过程。他们虽然无力抵抗，但也要想一点应对之策。也有一些比较精明的，立刻就打算去单独找史蒂夫套近乎。可没想到，史蒂夫在跟医生开完会之后，又去看了一次老爷子，再亲手帮老爷子做了一番康复按摩之后，便将自己关在自家别墅中闭门谢客了。过了傍晚，一众弟弟妹妹带着孩子登门拜访，但都被史蒂夫的管家拦在门外。史蒂夫很精明，他知道这些来登门拜访的弟弟妹妹们，都是想趁着这个机会，私底下向自己表忠心，希望能够博一个好印象，甚至在自己执掌家族之后博一个好位子。而他也确实需要几个好用的手下来帮助自己更快地执掌整个家族。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知道自己不能跟任何人单独见面。在他看来，好用的手下完全可以等自己顺利继位之后再慢慢选。可一旦自己在继位之前就表露出要拉拢他人，或者组建团队的想法，那就属于越俎代庖，都有可能给自己的最终继位带来不可预见的影响。所以他闭门谢客，不见任何人，也不与自家人之外的任何人沟通，为的就是将一切风险降到最低。激动的史蒂夫一晚上都没有合眼。第二天天还没亮，他便赶紧起床，穿戴整齐，收拾妥当之后，他亲自乘坐直升机在夜色中向着渥太华出发。他是打算亲自前往加拿大，接北欧女皇海伦娜来纽约。清晨时分，海伦娜便带着叶晨给她的一颗散血救心丹，坐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直升飞机。叶晨之所以放心海伦娜一个人去纽约，就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有着无与伦比的实力和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足以让海伦娜悄无声息地入境美国，并且不被任何第三方得知消息。更重要的是，叶晨知道吴飞燕生性多疑且谨慎，他自己就在纽约，绝对不敢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正面动手。而且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封锁纽约的过程中，意外融合了 AI 这种高科技，安防实力得到了大幅提升。以吴飞燕的性格，他才不敢轻易冒险。直升机经过2个小时左右的飞行，在罗斯柴尔德庄园医疗中心的顶楼降落。盯着一对黑眼圈和厚重眼袋的史蒂夫，兴高采烈地带着海伦娜快步来到了霍华德·罗斯柴尔德所在的特护病房。病房内的霍华德也同样一晚上没有睡觉，一想到今天就是自己交出家族控制权的日子，他心里自然是万般不甘。美国这些大家族的族长几乎都是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前夕才会交棒给儿子。霍华德要不是中了风，自尊心让他实在无法以这个面貌示人。他就算瘫痪了躺在病床上，也会继续执掌罗斯柴尔德家族。现在他纵使有万般不甘，也只能将家族掌舵者的位置让给大儿子史蒂夫。若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200-300年的皇室情节，霍华德不可能在自己嘴歪眼斜的时候与北欧女皇海伦娜见面。今日在交棒之前见一见海伦娜，与北欧皇室拉近关系，争取能够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血统融入一份皇室血脉，就成了他作为现任罗斯柴尔德家族族长
为这个家族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此时的霍华德也已经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换上了笔挺考究的顶级西装，在病床上半躺等候。当史蒂夫将海伦娜带进病房的时候，霍华德看着眼前年轻、漂亮又端庄大气的海伦娜，不禁在心中感叹，皇室血统在赚钱上或许不那么出众，但骨子里带的高贵确实十分了得。罗斯柴尔德家族若是能引入这样的血统，也能让家族的子孙后代蒙荫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心态很像港岛以及世界各国偏爱娱乐圈明星的富豪，他们也知道那些娱乐圈明星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要钱没钱，要权没权，不过就是长得好，气质佳罢了。真比实力，连富豪家族的一根毛都未必比得起。但架不住这些富豪们对这些娱乐圈明星就是喜欢，甚至远不只是喜欢，而是超爱，爱到死去活来的那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档次比这些普通富豪毕竟还是强上一截，所以他们超爱的不是娱乐圈明星，而是欧洲贵族圈的皇室。海伦娜见到霍华德这个几乎掌握全球最多财富的老人，心中并没有半分紧张。他毕竟也是在叶灵山上见过大世面的，知道绝对实力的强大之处是钱无法比拟的，所以在他眼中，霍华德要比叶晨矮一头。于是他看着霍华德，面带微笑，不卑不亢地说道：“你好，罗斯柴尔德先生，我是海伦娜·伊利亚特，现任北欧皇室女皇。我来此是为了代表北欧皇室，向你及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表示诚挚问候。”